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冉冉。不知道大家的城市有没有入冬？我在上海，然后上海这2天的降温实在是大家对换季都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对我来说，换季比较像是一个开关，就是开启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感觉。因为当你感觉太阳落得越来越早，空气越来越干，温度越来越低，我会觉得有一种自然建立了一种新的秩序，然后我要适应这个新秩序的感觉，换个毛衣啊、围巾啊什么的。前2天最冷的时候，路上的行人都一声不吭的裹紧衣服，瑟瑟发抖。一时间就是还蛮不适应的，就是整个街道都突然一天就给人一种很寒冷、很孤独的感觉。然后也是当时我路过了一家老北京涮羊肉店，我是北京人，人一般都不怎么吃自己老家特色的东西吧，就是像什么北京烤鸭啊什么的，我也都不怎么吃。反正我就是有很多很多年没有吃老北京涮羊肉了，当时感觉就是路过了就走进去了，然后就看旁边的调料台，发现就是有老北京麻酱、韭菜花、腐乳、蚝油、香油、芝麻。就是在南方待久了，一直吃南方的那些火锅，所以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眼熟跟亲切的这么一个调料台了。吃里面的羊肉，真的一下子勾起了好多好多童年的记忆。就是小时候我家不太富裕嘛，爸妈在外地，我跟我姥姥姥爷住。我家是没有那种平时出去吃饭的习惯的，所以只有过年的时候我们会出去吃一顿，因为我爸妈回来了，然后大家一块儿去吃饭嘛，然后会去吃洋房涮羊肉。每一次都是吃洋房涮羊肉，然后我姥姥呢总是有比别人更多的要求，她就是像是一个非常挑剔的美食家。她说我要就是什么比例的这个麻酱，要是那个韭菜花要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这个料这个料。大家知道我们家关系一直都不太好，他们总是吵架，但是过年的这一天谁也不会吵。就是以往他们会吵起来的那种话茬，在过年那一天，在那顿火锅上面都会被当玩笑话带过去，没有人会接着那个话茬一直往后说。就是所以在那一天我吃饭的时候，不用提心吊胆，不用听着他们哪句话，然后心想，哎呀完了，他们又要吵了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一天，大家都好大度啊。我家做饭也不太好吃，所以就是这顿涮羊肉，我在小时候一直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，因为比平时家里吃的饭好吃太多了。觉得爸爸那天呢，就是总是会点很多很多菜，明明吃不完还要点新的，比如说我要一份虾滑。要了虾滑，我还要其他的那种鱼类的鱼片儿，就是那种有点重复的，他也愿意点，他就觉得我们什么都要吃一下。我当时小小的就会在心里总结他们的性格，我就心想啊，我爸爸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妈妈一般会就是笑着说，哎呀，这么贵，咱们吃得了这么多吗？然后虽然他是这个语气，但他并不会阻止我爸爸点，而且我能看出他心里很高兴。然后我就会总结，我说，我妈妈是那种比较小女人的性格，然后她喜欢自己男人很大气的这么个样子。这些回忆一下子就涌到心上了，只是一口就是很熟悉的麻酱的味道，就是勾出了很多我以为回不去的，而且我也没有想过要刻意记住的一些回忆，就是我没有想到这种很熟悉的儿时的味道，竟然连往事的片段都可以修改。我对家的回忆一下子变得温暖了许多。因为当我懂事儿了之后，我发现我那么喜欢吃涮羊肉，是因为我们家没有庆祝或者偶尔出去吃好吃的习惯，一整年只会出去吃一顿饭，吃的就是涮羊肉。然后家里老人做饭又不好吃嘛，然后我从小就很瘦，然后吃的也很少，在这些衬托下，我才会觉得涮羊肉真的好好吃。然后我也是后来知道，别的孩子每顿饭其实都不用提心吊胆，因为大家的父母不会说你不吃到我规定你要吃的量，我就要直接从桌子上起来拿那个筷子打你。所以别的孩子每一顿都不用提心吊胆，家里也不会一点小事儿就在饭桌上就吵起来了。就是别人家的大人也许在平时就像我家大人在过年夜那样，就是很大度，所以我在过年夜之所以觉得格外的幸福和快乐，其实来源于我的家庭就在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的温暖。但是在那天呢，
就是当吃了那个当时觉得很幸福的、很熟悉的小时候的食物的时候，这份含着悲伤的幸福的回忆一下子就失去了它所有悲伤的痕迹。小时候的那份开心，只剩下它就一直在我的身体里面荡漾。哦，当然还有当时吃的那个羊肉，还有别的肉好吃的那个味道也在身体里荡漾。就是无论当初是因为什么我才觉得那么幸福，在那一刻都不重要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海降温实在太急了，突然一下子降下去了，所以很不适应。我当时走在外面浑身发冷的时候，心里就是特别想要躲到一个温暖的舒适区。当时可能就是路过抬头看到了老北京涮羊肉那么几个字，就是心里面突然觉得它给了我一种家的感觉，然后我就进去吃了。而且我以前的视频给大家讲过，我现在回家其实身体不太舒服嘛，会因为有很多不好的回忆，一回家可能就过敏，觉得身上痒，或者觉得鼻子干，反正就是有很多这种小的不舒服。所以我没想到我居然还是会感到想家，就是想念儿时的那种纯粹的幸福的感觉。后来想了一下，觉得大概是因为小时候的我不知道自己可不可怜，不知道自己哪里可怜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。就是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当我感到幸福和快乐的时候，我只是单纯的觉得我好快乐，我好幸福，我这一刻感觉活得好快乐呀。我现在还记得，在当时我去想说，哦，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，哦，这怎么这么好吃？而且心里会暗暗的想说，这个肉我加慢了，是不是被别人加完了？但我又想，大家都要吃好吃的，我不能只想着自己吃，就有一种很细碎的回忆，就直接都涌在自己的心里面。所以，无论后来我对当初的那份快乐有了多少更成熟、更深刻的诠释，我是怎么去理解当时为什么会快乐的，但我灵魂深处还是在一直追寻那一份当初就是那种最纯粹、最纯粹的幸福。我从来不知道食物其实可以承载这么多的回忆，也不知道自己居然还会感觉到想家。反正吃了这顿饭，感觉我好像也彻底接受冬天来了的事实了，可以穿上更暖和的衣服去过冬了。不知道大家的城市现在是什么温度，也不知道大家有多久没有回家了。希望大家也快备好衣服过冬吧，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冬天吃上一份暖洋洋的家乡饭。最后，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，请给我一键3连哦。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